泰格一行人对这个曾经沦为奴隶的小女孩很友好，给她换上漂亮的新衣服，给她剪齐了头发，而阿龙对此却不屑一顾。太阳海贼团一路走来，阿龙见识了太多人类歧视和敌意的眼神，这些画面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接纳人类对他来说永远不可能。如果没有老大泰格在，阿龙一定会忍不住将见到的人类全部杀死。阿龙一番对人类充满仇视的话，触及了其他鱼人的软肋，大家陷入沉思。但是慎平却不这样看，他觉得会歧视鱼人的只是一部分人类而已，大部分的人类对待鱼人应该只是恐惧。慎平坐在小女孩身边，轻声问道：“是因为己方是海贼，所以才害怕吗？”小女孩回答：“因为不了解，所以害怕。”慎平突然想到，一级王妃曾经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只不过是碰巧遇到了一小部分偏激的人类，我们对人类还不了解，说不定互相了解之后，两个种族之间的看法就会改变。”小女孩科尔拉与太阳海贼团度过了一段十分愉悦的时光，最后终于到达终点，自己的家乡。到了该分别的时候，船上的鱼人们对克拉尔依依不舍。克拉尔的这段经历对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治愈了他做奴隶期间所受到的身心创伤，也是他亲眼看见鱼人族并非都是残暴之人，很多人对人类也十分友善。泰格等人对科尔拉的影响使科尔拉的性格发生了很多变化，成年之后走上了另一条为人类自由而奋斗的革命军道路。泰格亲自将科尔拉送回了村庄，然而村子里的人恩将仇报，抱着鱼人绝对不是好人这样的偏见，对泰格怒目以待。有人认出了面前这个红皮肤的鱼人就是太阳海贼团的船长时，毫不犹豫地报告给了海军。泰格看着科尔拉回到母亲怀抱后转身离开，却被一群海军包围起来，容不得泰格反抗，海军们向他疯狂射击，把泰格打成了重伤。等在港口的慎平等人听到枪声，打算下船查看的时候，发现为时已晚。海面上有数艘军舰包围过来，大炮齐发，对着毫无防备的鱼人族进行炮击。太阳海贼团的船只很快被报废。阿龙一声令下，全员弃船跳入水中，向海军反击。慎平交代阿龙一声后，自己带着另一队人马冲上岸去支援被海军包围起来的泰格。泰格身中数弹，却依然十分顽强，赤手空拳打倒了几个海兵。海军们的统帅一声令下，其他海军继续开枪射击，终于将高大泰格打倒。此时慎平几人也赶到了。慎平看到奄奄一息的老大，气不打一处来，而海军这边居然还在大言不惭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正义。去你妹的正义！慎平跳起来暴喝一声，一拳打向海军统帅，然而海军统帅竟出拳扛了下来。你的脑袋也归我了！慎平怒吼，有本事就来拿！经过一番激战，慎平一队人马成功救回了泰格，阿龙一队人马则抢夺了一艘军舰，两队人马汇合后迅速逃离。泰格失血过多，而同行的鱼人同伴们却并没有与泰格相同血型的人。好在船医阿拉丁在抢来的军舰上找到了人类海兵的备用血库，在里面找到了与泰格相同血型的人类血液，人类的血和鱼人的血是一样的，所以完全可以给泰格输入人类的血液续命。然而泰格却厉声拒绝了输血，他大吼道：“这是肮脏的血，是一只歧视鱼人族的人类的血，我不需要接受人类的恩惠，更不会向人类屈服。”人在将死的时候，往往都会道出自己的心里话。泰格异常愤怒的神情让同伴们颇为惊愕。这2年，泰格独自一人出海，到底经历了什么？泰格咬咬牙，沉默了一阵，才缓缓道出自己的旅途中的经历。原来，泰格以冒险家的身份出海不久就被人类抓住，被当作奴隶在马利乔亚关押了好几年。那段经历让泰格的心里产生巨大的阴影，以至于每次回忆起来都会痛苦的泪流满面。泰格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在场人无不震惊。泰格说自己在马利乔亚看到了人类最疯狂、最阴暗的一面，后来他侥幸逃了出来，却无法忽视那些同为奴隶的人，于是又杀回了马利乔亚，救出其他奴隶，成为世人口中奴隶解放运动的英雄。即便经历了这样刻骨铭心的事情，泰格的心底里还是承认一级王妃的想法是正确的。会用残暴天龙人不能代表人类，有太多的人类同样心地善良，渴望和平。因此，泰格要求在场的同伴绝对不可以将他们对人类的愤怒以及自身悲惨的遭遇传给岛上的鱼人，他们的希望在下一代。科尔拉这种善良的孩子身上，仇恨只会让鱼人族与人类的矛盾代代相传，越演越烈。泰格明白这么多事情，但是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亲眼看到的悲剧，让他自己无法原谅人类。因此，泰格在弥留之际拒绝输入人类的血液。听到手下说他是解放奴隶的恩人，是鱼人们的英雄，泰格欣慰一笑，永久地闭上了眼睛。
泰格死后，阿龙抓了狂，不顾小白的劝阻，跳入水中去找那些出卖泰格的村民报仇。海军有3艘军舰正停泊在科尔拉的村子所在的小岛岸边。阿龙看到军舰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跳上船上大开杀戒。原本以为只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类海兵，没想到其中一艘军舰上居然载着一名高手，闪闪果实能力者，时任海军本部中将的黄猿。黄猿一招将阿龙打伤，随即直接将阿龙抓走，关进了监狱。在审讯室中，阿龙隐瞒了事情的真相，告诉海军是因为船上的人类拒绝向泰格输血，导致了泰格的死亡。这件事第2天就登上了报纸。申平等人看到新闻后颇为感慨，阿龙虽然凶残暴力，但是为人很讲义气。如果把英雄泰格因为被人类背叛而痛恨人类，所以拒绝接受人类的血液，而且以前做过奴隶，如果把这些事情的真相说出来，一定会对泰格的名誉产生影响。阿龙故意说了谎。申平继泰格之后，成为了太阳海军团新任船长。纵使对人类很厌恶，对泰格的死感觉很遗憾，但申平还是坚定地贯彻了泰格的思想：与人战斗，绝对不杀害任何人。申平将泰格的事迹写在信里，寄回了愚人岛。尼普顿国王和伊吉王妃很快知晓了事情的经过。从此之后，伊吉王妃更加卖力地宣传演讲，让人们支持自己与人类和解。不过，泰格的死给伊吉王妃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阻碍。愚人岛的居民们都听说了英雄泰格曾经一视同仁所有的种族，救助了所有那些被天龙人抓起的奴隶。然而人类却无情地将泰格抛弃，最终把泰格逼死。这种事情就是愚人族永远无法逾越的伤痛，他们永远不可能和人类和解。伊吉王妃面对群众的质疑和拒绝，也只是微微一笑。她始终心存希望，从来没有放弃过与人类和谐交好、和睦共处。不仅如此，伊吉王妃还亲自带领卫兵，常常救助遭遇海贼袭击的人类水手，并向人鱼和鱼人的孩子们传授陆地的知识。伊吉王妃就这样努力了5年，终于拿到了1000个人的签名。然而人类实在是太不争气了，漂泊到愚人岛的人类在愚人岛到处抢劫和破坏，让愚人们再次对人类失去了信心。他们找到了伊吉王妃，拿回了自己签名。伊吉王妃伤心的大哭，一个人喝了许多酒。她一直以来都力求和人类和睦共处，并非仅仅是为了让人类接受愚人族，更是为了愚人族的未来。陆地上有更多的阳光和更新鲜的空气，还有许许多多美丽的地方。如果2个种族能够和解，愚人族的孩子们未来的生存环境也许会有改善，这才是伊吉王妃的初衷。在申平的领导下，太阳海贼团的名声越来越大，申平个人的悬赏金已经涨到了2亿5千万贝利。海军无法再忽视申平和太阳海贼团的存在，但是这是一支十分棘手的海贼团，海军短时间内无法将其彻底消灭。为了避免更多的损失，海军向申平发出了七武海的邀请。同伴们都劝说申平不要理会海军。申平思考良久，决定接受七武海这个位置。如果自己做了七武海，海军就会特赦太阳海贼团，那些不愿意再做海贼的渔人可以回归家乡，免受追捕。另一方面，如果申平加入七武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拉近渔人和世界政府的关系，这算是对一级王妃的支持和补偿。申平向尼普顿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尼普顿王的支持，于是顺利上任七武海。阿龙受申平影响得到了特赦，从推进城被释放出来。但是阿龙对申平的做法十分不理解，不仅不理解，甚至有许多鄙夷。几年不见，申平居然做了人类的走狗，真是越来越窝囊了。如果自己一直做申平的手下，也许可以安安稳稳的生活，不过这不符合自己的个性。阿龙提出来分家，自己将带领一部分兄弟继续做海贼，他要继承鱼人族的愤怒和仇恨，向人类复仇。申平看着冥顽不化的阿龙，气不打一处，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但是阿龙是和申平一起在愚人街长大的兄弟，无论如何也不能杀他。既然阿龙根本不服管，那只能放任他离开。世界这么大，如果阿龙再惹出什么麻烦，海军也不会放过他的。就这样，太阳海贼团被分成了3个派系：阿龙派、申平派和那些以阿拉丁为首的回家归乡的派系。申平继承了泰戈的遗愿，忍辱负重做这些事情。曾经做海贼的渔人再也不用担惊受怕的过日子，可以名正言顺的回到家乡和家人团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渔人岛大多数人对申平加入七武海成为世界政府的手下抱着鄙视的态度。所有的渔人都相信，因为人类不肯献血导致泰戈的死亡。如今申平做了人类的手下，那是对泰戈对整个渔人族的背叛。在这方面，尼普顿王和一级王妃是非常明事理的。一级王妃知道申平加入七武海的一个原因，就是推进渔人族和人类的关系。他准备以此为契机，继续努力做渔人族的工作，让渔人族和人类互相和解那一天早日到来。尼普顿王担心更多的则是申平，
现在慎平是世界政府的手下，一旦世界政府召集，就算慎平不愿意，也要替世界政府出头加入战争，也许会流血牺牲也说不定。一级王妃为了不辜负慎平的这份心意，只能更加努力，更加拼命的工作。然而之后，愚人岛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彻底改变了一级王妃的命运。就在慎平加入七武海不久之后，龙宫国的国境警卫队向王国发来紧急报告，一艘巨型的遇难船要求紧急入境避难。按照一级王妃的命令，凡是人类的遇难船，愚人岛都会接纳。左大臣海马哥命令警卫队放行，警卫队却向他报告说，这艘船是世界政府的船，船上载着的可是天龙人。一级王妃得知后，当即下令放行，并安排了急救队赶去海岸，自己也亲率了一队卫兵向海岸赶去。天龙人的船在海岸搁浅，上面遇难的天龙人绿头发身负重伤，但他依旧嚣张霸气，手持手枪威胁周围的渔人，嘴里喃喃自语地骂道：“这里全是渔人的臭味，让人恶心！赶快救本少爷！你们这会儿白痴！”天龙人绿头发一边大骂一边开枪。渔人岛的急救队到了现场，却完全不敢靠近。其他渔人岛的岛民对天龙人这种高高在上歧视渔人的态度十分不满。认真护卫队的霍迪看着天龙人冷酷地说：“应该把他杀了！世界第一的垃圾们！”说到底，只有载着天龙人的船会遇难，完全是咎由自取。绿头发天龙人听说一个名叫慎平的渔人加入了七武海，太阳海豚因此得到了世界政府的特赦，很多渔人奴隶可以回归渔人岛。他和自己的蠢蛋父亲商量着，那些逃走的渔人一定有自己家花大价钱买走的奴隶。一想到自己家的奴隶正自由自在地活着，他们就火冒三丈。这两个白痴父子在一起一拍即合，决定亲自前往渔人岛将奴隶抓回来。结果没想到，自己的豪华游轮还没有潜到渔人岛的深度，就遭到了海王类的袭击。除了绿头发天龙人，船上的人都死干净了。不过，正如绿头发天龙人所想的那样，太阳海豚回归家乡的渔人中，其中有几位正是他们家的奴隶。面对昔日里虐待他们的天龙人，这几个渔人海贼恨得牙根直痒痒。他们提着手枪，不害人群，走到浑身是血的绿头发天龙人面前，浑身带着浓浓的杀气。绿头发天龙人不知死活的破口大骂，并且举枪想要攻击他们。一名渔人上前一脚踢飞了天龙人手中的手枪，其他人纷纷将枪对准了绿头发天龙人的脑袋。只要有人下令，这个嚣张天龙人瞬间就会被打成筛子。周围看热闹的渔人立刻喊叫着制止他们。虽然所有人都痛恨天龙人，但是如果把他杀了，渔人特赦就无效了。不仅如此，海军大将也会亲自来到渔人岛大开杀戒。天龙人虽然是垃圾，但是身份特殊的垃圾，伤害他们的后果无人可以承担。绿头发天龙人当然知晓自己的特殊地位，态度更加嚣张。不过执行的渔人却十分强硬，在陆地上看到天龙人会招来海军大将，但是这里是海底1万米的深海，只要岛民们不说出去，天龙人的死就会被视为海难，渔人们根本无需恐惧。此言一出，周围的渔人们瞬间沸腾起来，大家出奇的团结，所有人都想看看天龙人被虐杀的精彩画面，大家不断的欢呼煽动，几个渔人激动的手臂不住颤抖。一阵阵枪响之后，鲜血飞溅，有人挂彩了。不过当大家定睛一看的时候，全部惊呆了。挂彩的当然不是可恨的天龙人，而是突然窜出来的一级王妃。一级王妃强忍着疼痛回家说道：“大家把枪放下吧，孩子们都看着呢。”面对同胞的质疑，一级王妃坚定地说：“绝对不能把对人类的憎恨转移到孩子们的身上。”渔人们受到一级王妃的感染，丢掉了手里的枪，然后那个绿头发天龙人却不知好歹，捡起自己的手枪挟持一级王妃。他威胁渔人说，如果不赶快给自己治疗，就立刻杀死王妃，同时对一级王妃不断辱骂。渔人族的王妃在天龙人眼中连庶民都不如。围观的渔人们对天龙人嚣张跋扈的态度又愤恨又无奈。白星看到自己的母亲被挟持，急得大哭，却无意间召唤来了数只海王类。海王类从海里冒出头来吓晕了天龙人，然后他们看了一眼白星，转头离去。一边的范德戴肯见此情景，激动得浑身冒汗，失声尖叫。在他们一族里有一个传说，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位人鱼公主，拥有可以号令海王类的神秘力量。如此看来，应该就是眼前的这位白星公主了。这就是传说中的3大古代兵器之一——海王。范德戴肯为了得到这种力量，于是决定成为白星的丈夫，能够驾驭白星，就等于可以驾驭所有的海王类，自己可以称霸海洋的目的就可以实现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几日之后，绿头发天龙人的伤治好了，渔人岛提供了返程的船只和船员。然而天龙人不但不领情，一边走还一边骂骂咧咧，对渔人族的接待十分不满意，扬言回去后一定会来报复渔人族，让他们知道得罪自己的下场。这时候，一级王妃做出一个震惊国民的决定。为了向国民证明世界和陆地是安全的，为了能够说服世界政府接纳渔人族，一级王妃决定只身一人与绿头发天龙人一起去往地面。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